好处只字不提，亏损就耍无赖。最近被印尼人称为护士的雅万高铁因亏损问题再次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前几个月印尼就想把亏损的漏洞甩给中国，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印尼还没有死心。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最近，印尼政府成功发行了一笔规模为60亿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引发了市场高度关注。其中包括5年期35亿元以及10年期25亿元，利率分别为2.5%和2.9%。印尼可不是毫无来由发债的，根源是为了雅万高铁。雅万高铁建设的时候使用了国开行的贷款，如今要开始还款了，但由于高铁运营亏损严重，负责运营的 KCIC 公司拿不出钱来，印尼政府也没这个预算。不过好在印尼有矿，可以使用矿产开采权来换，估计这事儿还没谈妥，所以印尼先发了一笔债券来还款。其实高铁运营亏损很正常，建设之初就已经估计到了，包括中国国内的大部分高铁也是无法盈利，只有少数几条高铁是盈利的。印尼修的雅万高铁太短了，只有140多公里，印尼又想采用低票价来为老百姓谋福利，再加上商业综合体招商率不到35%，于是整个高铁运营就持续亏损。未来如果再延伸600多公里贯穿到泗水，那运营说不定会好转。最初的立项报告都是测算过的，运营25年回本的难度极大。印尼当然知道修了会亏钱，但他们就是想要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象征，一个可以让人记住印尼的标志事件。这可是东南亚第一条速度为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雅万高铁也确实给印尼挣回了很多赞誉，印尼老百姓把它看成民族复兴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雅万高铁已经值回票价了。当然，中国也借着这个机会展示了高铁建设的完整解决方案，整套设备也都是国产的。换句话说，雅万高铁的亏损是计划内的，并不是意外。可现在呢，印尼不老实了，居然想从中国这里薅羊毛。此前小编做过一期关于印尼想把雅万高铁亏损的账丢给中国的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里小编也大概讲一下，就是雅万高铁运行至今亏损严重。2024年雅万高铁印尼投资方 PSBI 总亏损4.195万亿印尼盾，而2025年上半年雅万高铁亏损了1.625万亿印尼盾。于是印尼国铁就受不了了，想与中方重新谈判贷款条件来缓解财务压力。当年修建雅万高铁时的初始成本的75%，也就是45亿美元，源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贷款年利率为2%，随后因为种种原因成本超支了，于是印尼又追加了近13亿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3.4%。说实话，这个利率已经很低很低了，但印尼想着重新谈判贷款条件，吃相属实太难看了。关于这件事，双方已经磨了几个月了，看中国一直不松口的态度，小编以为印尼应该知难而退了，但没想到他还没死心。最近，印尼政府与印尼主权财富基金 Danatara 已成立联合谈判团队，近期将赴中国继续磋商。而对于这件事，中国也做出了强硬的回答。10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当被问及雅万高铁一事时，表示在评价高铁项目时，除了看财务数据、经济指标，还要看公共效益、综合收益。这句话说得很直白了，就是告诉印尼没戏。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雅万高铁的争议，最近才卸任不久的印尼前总统佐科居然罕见发声了。根据印尼媒体报道，10月27日，在中爪哇梭罗，佐科公开回应高铁亏损争议时表示，我们要先看到问题根源。雅加达和万隆间的交通拥堵太严重，每年造成约65万亿印尼盾损失。如果把雅加达大都会区和万隆都算上，损失每年超过100万亿印尼盾。建设高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公共交通的衡量标准不是利益，而是社会效益，减少排放，空气更清洁，出行更快，生产力更高，这才是真正的收益。在佐科看来，对高铁的补贴不是亏损，而是投资。他举例说，雅加达地铁每年获得政府补贴8000亿印尼盾，但它带来的效益无法用账面数字衡量。自2023年10月正式通车以来，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行量达2.67万人次。万隆及周边旅游业、房地产市场、商业区都因高铁而起飞，沿线城市经济活了，小企业在增长，地价也上涨，公共交通的社会效益正在显现。
现。他还特别提到，韩国、日本乃至欧洲的地铁系统都在获得政府补贴。印尼前中小企业与合作社部长布迪近日也表示，雅万高铁项目是佐科总统任内最伟大的作品，如果能延伸到泗水、外南梦就更好了。它是投资，不是亏损。在他看来，雅万高铁不仅是一列高铁，更是印尼迈向现代化的象征。前面小编说了，不止雅万高铁，中国高铁的运营也在亏钱。你可能不知道，截至2025年末，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过4.6万公里。仅2023年1年，中国新增投产的高速铁路里程就突破了数千公里。而如此庞大的高铁网络，亏损的钱自然无法被估计。不过最近，美国的一些机构盯上了这个话题，在美国平台 Quora 上，他们质疑中国为了修高铁已经亏损1万亿美元了。不过他们追问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做账，而是为了论证修高铁不划算。这些质疑的声音传播最广的2个数据，一个是把中国高铁相关债务与总投资简单相加，就像雅万高铁一样。另一个是把部分亏损线路的财务报表单独放大解读。一般来讲，每逢经济讨论热潮，类似的片面数据都会被不断搬运，然后再被当作结论的依据。由于中国高铁网络规模庞大，资产密度极高，外界的宏观理解常常不够充分，而跨区域的收益和溢出效应又不容易在年度财报中直观体现，所以每到有人算账的时候，产业价值与现金流周期就成为令旁观者最为头疼的难题。这些人一看到媒体里的单一负债数字，站在那儿没几分钟就把全网交通系统贴上不可持续的标签，于是结论下了，确信立了，误解也固化了。走前撂下一句话，高铁生来就亏钱。那难道真的没有一种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在大国尺度的经济体中实现综合收益吗？就在此时，国内权威机构给出了成体系的事实与测算。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显示，高铁对应产业资产净值约8.3万亿人民币。主营主体资产负债率整体可控，中长期现金流覆盖能力稳定。但当把视角从一条线拉回到全国网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曾严重低估了网络化运营对经济版图的重塑能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与产业分布广，跨区要素流动频繁，时空压缩带来的交易密度提升与成本下降，是单线财务之外的系统性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是只看一季报了，连年度利润的结构都需要拆分到客货协同、城市群协同和产业链协同3个层面。另外，高铁并不是孤立的资产，而是与枢纽机场、港口、公路干线共同构成的综合交通走廊，这就更增加了网络外溢收益的来源。在这套网络构建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与地方政府遇到了无数的投资约束与效率挑战。比如，为了匹配350公里时速的干线标准，新增线路必须满足年双向客流2500万人次，其中中长途占比70%的动态管控门槛。而这大大提高了项目筛选的质量。为了优化资金结构，干线铁路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城际铁路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债转股与资产证券化等工具落地，以尽可能提升资本效率与现金流稳定性，而这又大大降低了系统性融资风险。2011年上市的京沪高铁负债率自当年约80%持续下降至2025年约30%，2023年实现净利润33亿元，作为全国网的主骨干线之一，它的现金流与分红能力逐步稳固，成为网络化收益的代表。这也是中国高铁在国内资本市场完成商业闭环的标志性样本。市场方面对这种稳健的运营模式非常认可。然而，网络中仍有部分地区在早期建账阶段出现了阶段性亏损。当外界得知某些偏远线路短期亏损以后，便据此推断全国网无解，立即给中国送上了一份停止投资的建议，把高铁的经营权交给市场短期利润导向即可，忽略区域均衡和产业外溢。但国内政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以更严格的准入、更灵活的融资、更完善的网内结算来对冲短期压力，这笔系统收益足以覆盖阶段性亏损。除此之外，实践还给出了更多反例。成贵高铁开通后，带动大凉山地区农产品外销交易额年增长率超过23%。贵州因高铁贯穿，旅游产业大幅增长，客源结构优化，这些都是网络效应的现实回报。
不计较一时得失，而是将目光放长远，谋大篇、布大局，才能在大国市场中保持活力。这便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战略耐心，也是给印尼关于此次雅万高铁争议的一份建议。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